果我告诉你有一个板块在短短几个月里市值翻倍，吸引了中美两国英伟达、谷歌、AMD 三大巨头以及华尔街上万亿资本同时下注，你会以为我说的是 AI， 对吧？但是这一次你猜错了，真正的主角不是 AI， 而是更疯狂、更颠覆的一项技术——量子计算。它被称为能重新定义全球算力秩序的终极革命，正在悄悄改写世界的底层逻辑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中美都在豪赌的量子计算革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Ruby 投资笔记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Ruby。在这场中美同时下注、华尔街资本疯狂涌入的量子竞赛里，每个投资者心里可能都在问：谁能最先把技术变成真金白银的利润？而谁的护城河更深，能活得更久，成为真正的10倍股呢？ AI 加量子真的能开启下一条增长曲线吗？而答案就藏在我今天的这期视频里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量子热潮再起，我们普通投资者能把握到的下一只10倍股到底是哪一个？朋友们，你能想象吗？有一种技术，它的速度足以在几秒钟内破解全球的加密系统，它的潜力能够让救命药物的研发周期缩短数十倍，而它的风险可能让全球的金融系统、军事通信，甚至国家安全全部暴露在阳光之下。这种技术就是正从科研实验室走向地缘政治舞台，甚至在未来5年内彻底改变世界的量子计算。而最近一则消息报道再次点燃了已经翻了1倍的量子板块。华尔街日报报道称，美国政府可能战略性的投资几家量子公司，包括 DV、RGT、IonQ 等等。消息一出，这些股票几乎集体暴动。IonQ 一度上涨约 7%，RGT 大涨近 10%，DV 更是暴涨超过了 13%。虽然白宫马上否认了，但是市场已经炸开了锅，因为这意味着继半导体之后，量子计算正在成为下一个国家安全赛道。而真正让人兴奋的是技术的临界点。IonQ 最近宣布实现了 99.99% 的双量子比特蒙保真度，听起来很抽象。简单来说，这就意味着量子优势可能就在这3到5年之内达成。所谓的量子优势，就是量子计算第一次在某项任务上超越传统计算机的那一刻。RGT 的 CEO 说过，要达成这个目标需要4个条件：1000个量子比特、99%的门保真度、15纳秒的门速度，还有一定的纠错能力。这些代表着什么？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 IonQ 的突破让世界第一次看到了这个门槛的影子。那么各国为什么如此在意量子计算呢？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国家安全。因为一旦量子优势实现，所有的加密系统通通不安全。今天我们的银行转账、金融交易、国防通信几乎都依赖128或者是256位加密，而量子计算机理论上能够短时间内破解 AS256 军用级别的加密。IonQ 的高管曾经警告，未来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很可能就是量子攻击。这也是为什么拜登政府签署了量子计算网络安全准备法案，要求所有的联邦机构尽快的迁移到抗量子加密系统。而特朗普政府也投资了32亿美元发展量子计算的重要原因。这场竞争已经不只是技术，而是国家意志。根据麦肯锡的数据，中国政府在量子领域的投入超过了153亿美元，而美国政府的预算只有32亿。但是美国有一个他国比不了的优势，在于它的私营部门。谷歌、英伟达、IBM、AMD、微软都在抢先布局。谷歌的 V6 芯片据称它的运算速度比传统的计算机快 1.3万倍。英伟达正在研发量子控制软件， IBM 和 AMD 则探索量子和高性能计算的融合。这背后已经是一场科技冷战的新篇章。政府在下场，而华尔街也没闲着。摩根大通宣布了一项 1.5万亿美元的战略计划，量子计算被列为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领域。他们之所以投入如此多，是因为相信越早进入，未来的收益就越大。IonQ 也顺势成立了新部门，专门为美国政府和他的盟国机构提供量子服务。有一位知名投资人说，量子股的涨幅已经跑赢了市场的几十倍，但是商业化的收入何时落地仍是一个未知数。换句话说，现在的量子计算就像2010年的新能源，技术刚突破，资本刚觉醒，但商业还在路上。如果你错过了那次新能源的暴涨，这次的量子计算，你还要准备错过吗？
回顾过去20年，半导体其实是决定了 AI 的命运，那么接下来的20年，量子计算可能决定了人类的命运。正如皮斯托亚所说，没有任何国家愿意在量子计算中落后。当中国砸下1000亿美金，当美国启动战略投资，当 AI 与量子的融合信号越来越强，这场竞赛已经不只是谁能造出最快的电脑，而是谁能率先掌握未来世界的密码。所以下一个英伟达也许就在量子领域。只是当那一天到来，我们面对的不会只是股价的暴涨，而是一场人类信息安全的重构。为了不错过这次的暴涨机会，我已经提前压制了这2家公司 IonQ 和 IBM。 那可能会有朋友问，这么多的量子计算的概念股，为什么我只挑这2家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 IonQ 代表的是创新端， IBM 代表的是兑现端。IonQ 是这场量子革命中最纯的一家公司，它不靠传统业务书写，所有的增长都来自它的技术想象力。而 IBM 是这场游戏里最稳的玩家，它有资金、有客户、有专利体系，是真正能把量子落地到商业层面的公司。2家站在同一个赛道的两端，一个在加速未来的想象，一个在稳扎未来的现实。这也是我今天想聊的重点。 IonQ 和 IBM 的对比，不是为了选出谁更强，而是为了看清未来10年量子计算的哪条路最可能跑通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这2间公司到底做对了什么，才能让自己的股价1年之内翻了5倍。首先就是 IonQ 这家公司，它是一个纯量子模式的公司，商业模式非常的单线，它只专注于量子计算硬件和量子云服务，也就是说它不卖服务器，不搞 AI， 不铺生态，它的目标很纯粹。当量子计算能力超过了经典计算机的某个门槛，也就是所谓的量子优势， IonQ 就能直接把它的算力卖给客户。目前它的客户主要是国防部、能源部、亚马逊的 AWS、微软的 Azure 等等，也就是说 IonQ 已经把它的量子算力上云进行去售卖。它的收入结构大概可以拆分为3块。第一就是它的量子云访问的收入，客户按分钟或者按任务去调用它的量子算力。第二就是合作项目与政府的合同，包括 DOE 和空军的科研项目拨款。第三就是定制开发与研究授权，和 AI 公司合作去定制它的算法或者是硬件优化。这让 IonQ 在财报上看起来像家小英伟达，营收基数小，但是增长快，过去3年的复合增速超过了50%。同时每次技术节点的突破，股价都会大幅的波动。但是它的问题也非常明显，那就是它的商业化路径短期不确定，因为它的客户量太少，应用的场景尚未成熟。其次就是它的盈利能力弱，因为它的毛利率虽然高，但是它的研发支出过大。一旦市场对于量子技术的预期降温，它的情绪回撤速度非常快。所以 IonQ 更像是算力泡沫的前锋，也是下一个情绪周期的引爆点。但是 IBM 则完全不同，量子计算只是它整个算力体系中的一环，它的核心逻辑是用量子巩固自己在 AI 与云计算的生态地位。IBM 具有业内唯一完整的量子产业链，它有硬件设备1000量子比特以上的 COD 芯片，也有软件设施 Qiskit 开源架构，相当于量子版的 TensorFlow。它有平台 IBM 量子网络，与全球上百家科研机构合作。这就意味着 IBM 不靠卖量子机赚钱，而是靠生态服务赚钱。客户订阅它的 IBM 量子平台，就能一键访问它的云上量子资源，再叠加咨询 AI 云服务等增值收入，形成量子算力闭环。它的盈利模式同样分为3层。第一就是它的量子订阅，企业用户需要按需去调用它的量子算力，这和 IonQ 是一样的做法。第二就是它的咨询与集成服务，它为科研院所和大型的企业做量子算法定制。第三就是专利授权和生态分成 Qiskit 也就是它的开源架构与合作方共享收益。这种模式的好处是现金流稳定，周期长，风险低。坏处则是它的量子业务占比较小，股价弹性不高。目前它的量子收入占它总营收不到1%，但是战略意义极大。IBM 是稳健派的量子代表，它压的不是爆发，而是时代的复利。所以总结来看，如果单论技术方面， IonQ 是纯量子的球径离子方向， IBM 是混合量子，因为它有 AI。收入模式 IonQ 是云访问和政府合同， IBM 是订阅咨询以及专利费。
它的弹性相比的 IonQ 的弹性更高一点，风险水平同时也会更高。市场定位的话 ，IonQ 是纯量子的创新先锋 ，IBM 是混合量子的体系巨头。所以 IonQ 的投资风格更加去适合短线，是一个主题投机。那么 IBM 自然就是适合长线、适合结构性的持有这家公司。听起来 IonQ 和 IBM 的模式截然不同，但别忘了，在量子的世界里，模式只是表象。真正能决定生死的是底层的技术路线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看看这场赌局背后的技术分歧，到底谁更有胜算。量子计算的赛道看似是在拼量子比特的数量，但是真正决定成败的是路线之争。不同的路线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投资节奏。有人压短线爆发，有人赌长线穿越。IonQ 就选了一条最独特的路，囚禁离子。别看它的名字冷门，但它却凭借高精度低误差脱颖而出。靠着电磁场锁住离子，每个量子比特都像是一台原子钟，让 IonQ 的量子保真度几乎碾压全场。问题是，这种体系的扩展性差，量产难，每多几个量子比特，它的物理结构和控制系统的复杂度就呈指数级的上升。这就意味着 IonQ 的技术节奏是高风险高回报型。3年内，它可能迎来量子优势的阶段性突破，也可能因为它的硬件瓶颈停滞几年。从投资的角度来看，它的行情更多的受益于消息的驱动。当市场听到它的保真度突破、政府签约、AI 算力整合的关键词时，它的股价往往会短期爆发，就像10月23号的股价爆发一样。但是，一旦它的预期兑现或者消息冷却，就会快速回落。所以 IonQ 的节奏是情绪波动型，类似于早期的特斯拉或者英伟达在 AI 的爆发前夜。IBM 采用的则是超导量子技术，这条路线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沿用半导体产业链的成熟工艺，用硅片制造，用光刻堆叠，这让 IBM 拥有了天然的扩展潜力。2025年 IBM 的 Code 芯片已经突破了1000个量子比特，并且在路线图上明确提出2030年前实现100万比特规模的量子晶体混合架构。听起来非常疯狂，但是很多人更关心的是，这能给 IBM 带来多大的利润？答案是短期不多，但是长期巨大。IBM 目前的量子业务还是主要靠量子云服务和合作研究项目赚钱，规模大概在每年几亿美元，对于 IBM 整体的营收来说只是冰山一角。但是真正的爆发点在2030年后，一旦他们的量子系统能够稳定运行在100万比特级别，这就意味着可以正式提供商用级的算力服务，比如说药物分子模拟、金融风险建模、气候预测这些传统超算都搞不定的任务。届时 IBM 不仅可以卖硬件，更可能像现在的云计算一样按算力订阅收费。摩根士丹利估计，到2035年，全球的量子产业市场规模将超过4500亿美元。而 IBM 如果拿下哪怕10%的份额，利润就比现在的 AI 云业务还要高出一个数量级。换句话说 ，Code 芯片不是为了立刻赚钱，而是为 IBM 在下一场算力革命里提前占一个核心席位。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，IBM 路线的优势就在于，即使量子短期没有大爆发 ，IBM 依旧可以靠云、AI、咨询等主业持续盈利。换句话说 ，IBM 的量子业务是一种零成本的期权。所以，短线资金看 IonQ 的故事波动，谁先抢到新闻，谁先突破数据，谁就会涨。而长线资金则更愿意压在 IBM 这边，因为它的逻辑不是题材，而是底层算力基础设施的长期复利。所以 IonQ 赢在时间差， IBM 赢在结构性。看到这，你可能会想，这两家公司量子计算听起来还挺遥远的，但它真的和我们现在的 AI 世界毫无关系吗？其实恰恰相反，当 AI 算力逼近极限的那一刻，量子计算才真正登上舞台。表面上 AI 和量子计算似乎是两条平行线，一个在算力上限内卷效率，另一个在物理极限中卷算力。但如果你把这两者叠加，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同一场算力革命的上下半场。因为现在的 AI 模型的增长速度已经开始逼近物理算力的极限。以 GPT-4 为例，单次的训练成本接近1亿美元，耗电量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1周的用电。
英伟达 GPU 的效率再高，也抵不过它的能耗和并行计算的上限。这正是量子计算登场的契机。它不靠叠加 GPU， 而是通过量子叠加与纠缠实现级数级并行运算。一旦它的误差率降到商业的可控区间，也就是低于 0.001 的时候，量子计算可以直接加速 AI 模型的训练，优化它的算法收敛速度。这也是为什么摩根大通、谷歌、微软都在压量子计算。同时 IonQ 和 IBM 都在探索这条融合路线，但是他们的角度不同。IonQ 强调 AI for Quantum， 用人工智能来自动优化量子电路，让复杂的算法在有限的电子比特上跑得更稳定。IBM 则强调 Quantum for AI， 把量子芯片嵌入它的 AI 训练架构中，让量子计算成为大型模型的加速单元，这也就是所谓的混合算力系统。它的本质是让量子不再孤立存在，而是成为算力网络的一部分。而这条融合逻辑已经被机构提前布局。摩根士丹利、贝莱德、富达都在季度报告中明确提到，量子计算是继生成式 AI 之后的下一代战略性算力投资。美国政府也在推动这一逻辑闭环，国防部、能源部的部分算力预算已经被划拨给量子计算项目，而 AI 公司 OpenAI 也在与 IBM RGT IonQ 讨论这个联合架构。这也意味着量子计算不再是单纯的科研故事，而是 AI 的第二层算力基础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错过了 AI 第一轮的算力爆发，那么量子计算就是下一轮的算力接力。所以 AI 改变了数据的使用方式，量子则改变计算的本质。AI 是今天的利润逻辑，量子是未来的预期逻辑。这两者之间的衔接，正是华尔街现在压的第二层算力革命。听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都在想，这东西好像很牛，但我到底该怎么投？别急，我们把所有的逻辑落回投资，看看在这场算力接力赛里，不同类型的资金到底该怎么玩。量子计算板块的投资不在于谁最先进，而是在于你想赚哪一段的钱。这不是一场单纯的技术竞赛，而是一场节奏博弈。第一种就是高风险、高弹性的短期策略，代表标的就是 IonQ、RGT、DV。这一组公司的典型特征就是轻资产加重预期，他们靠新闻驱动、政策刺激、AI 题材共振来走波段行情。例如 IonQ 突然宣布它的技术突破，全出与美政府的合作，或者是纳入 AI ETF 的权重，都可能带来1到3天内的高波动机会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需要利用市场的情绪窗口，比如说政策、财报、量子会议的前后，严格止盈止损，快进快出，把它当做一个算力概念的期权，而不是长期投资。像 IonQ 就是一个典型的短线资金的情绪发动机，涨得快也跌得很。第二种就是稳增长逻辑，这是一个中线的策略，代表公司就是 IBM、英伟达以及 AMD。这类公司并不是靠题材爆发，而是把量子算力作为长期技术的一环。IBM 通过量子云的订阅和专利授权变现，英伟达和 AMD 正在开发支持量子控制的混合硬件接口。它们的优势在于，即使量子的进展放缓， AI 云计算企业服务的主业仍在增长，属于进可攻退可守的组合。所以在量子 AI 芯片三者交汇的逻辑上，中长期持有可以用回调加仓法，沿着产业周期逐步建仓，关注 IBM 的量子云营收数据以及英伟达在量子模拟上的布局。所以压 IBM 是压确定性，压英伟达是压算力的延伸性。最后一种就是 ETF 的分散布局，代表标的就是集中布局全球量子与 AI 公司的 QTUM 这家 ETF， 以及兼顾 AI 云芯片量子4大创新领域的 WTAI。ETF 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平滑单股波动，同时在量子题材启动时具备一个被动放大的效应，适合中长期的投资者或者是低风险参与主题周期的人群。这个时候就适合分批买入，长期持有，然后要关注板块的轮动信号， AI 调整期到量子的接力期这一段非常关键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不确定性太高的时候，就用 ETF 锁定这个主题的趋势，是最稳健的量子布局方式。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，讲完策略，真正的难题才刚刚开始。因为量子计算这件事不只是买谁，而是压多久。有人赌时间短，有人赌格局大，而这才是决定10倍股胜负的最后一层逻辑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发现了 IonQ 更像是一家在赌未来的公司， IBM 则是一家在定义未来的公司。
两者的差别不只是规模和估值，更在于时间周期的选择。INQ 代表的是未来3年的高弹性故事，它靠题材、靠技术突破、靠政策退化，一旦情绪爆发，涨幅可以是常规科技股的10倍，但它也可能因为一份财报、一条推文而暴跌90%。IBM 代表的是未来10年的结构性机会，它靠生态、靠专利、靠稳健的商业模式。它不是第一个兑现收益的玩家，但很可能是最后一个被淘汰的企业。所以，投资者最终要回答的问题不是谁更强，而是你是想压时间还是压格局。如果你相信接下来的10年仍然属于算力革命，那么量子计算，无论是 INQ 的速度还是 IBM 的体系，都将是下一个算力红利的起点。还是那句话 ，AI 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，但是量子计算将改变计算的本身。所以我的最终结论是，短期情绪看 INQ， 长期结构看 IBM， 宏观趋势就看 AI 和量子计算的共振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哦，因为你的认同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我是 Ruby 万字拆解，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咱们一期一会，下期再见。